这一下子来了2条大金枪鱼啊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导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趟外海捕鱼的第2个网啊。第1个网的收获比较差，没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，只是上来的柠檬比较多啊，也没有什么剥皮比较少，这也是个问题啊。虽然上来一条无笋鱼，但是也是比较小条啊，大条的就会比较值钱一些。然后现在快要到达第2个网的位置，准备把网拉上来啊，希望第2个网大丰收一些吧。 现在依然是白天的网啊，然后第2个网依然是小网，就希望能拉多一些剥皮之类的吧。今天的海水比较浑浊，很明显小剥皮都躲起来了，没有什么数量出来。先来一条泥猛啊，今天泥猛的数量一般般，一来也都是1、2条而已啊，不像前一阵子一来都是3、5成群。本来白天的网是比较适合捕小剥皮鱼的，结果海水太浑浊，小剥皮都躲起来了，这就有可能导致这一次捕鱼渔获不多啊。 因为前面2个白天的网放网的位置是小剥皮经常出没的地方，所以也导致其他的鱼会偏少一些。目前来看也就来多一些泥猛鱼而已，偶尔也就来几条香头跟小真鲷之类的啊，也没有什么鱼货了。只能看一下礁石区能不能来几条这种石斑类的，海红斑啊、油斑之类的都行啊，实在不行芝麻斑也凑合。 这一会儿也就光上柠檬鱼了，其他的鱼货还没有。还来了一条黄鲫，白天的网黄鲫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吧。上一个网的小真鲷也是挺多的啊，不知道这个网怎么样。小真鲷不要太多，大真鲷来1条就好了。连近海这种鱼种白花鱼也有啊。 白花鱼肉就是属于比较清淡型的，差不多这个网拉完，太阳也就即将下山了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，就等天黑就过去拉下一个网。剩下的2个网都是准备天黑之后再拉，鱼货多一些啊。香头也叫方头，学名是叫做平头鲷，一斤都是30块钱左右。哦，这条泥猛够大条啊，而且是又大条又肥的，估计要1斤多，接近2斤了。 这么大条的泥猛就比较少见了啊，像这种半斤到1斤的就经常有啊，像那种2斤左右的就比较少了。几条小黄鲫，后面还有一条大黄鲫，这不会是把人家一家人都给端起来了吧？ 太小的黄鲫就放回海里面再长长啊，大条的黄鲫就可以留下，肉质还是挺不错的。这种放在礁石区的渔网就是容易过破了很多，要回去补了。这1个网也就泥猛鱼偏多了吧，值钱的渔获暂时没遇到。又来这种讨厌的大海星啊，又是泥猛加黄鲫组合，2种鱼的价格相差还是比较多的。 泥猛鱼上次1斤是卖35块钱呢，然后黄鲫要50块钱左右。拉去市场卖的话，价格会再高一些；而卖鱼排的话，价格也就低一些。不过倒是挺方便的，各有各的好处吧。拉去市场卖的话就比较麻烦，至少要1个人去。而且市场卖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大家去市场买东西就知道了。 泥猛鱼也叫臭肚鱼啊，因为是吃植物发酵啊，所以肚子会比较臭，但是把肚子刮干净就不会了。今天捉到的石头蟹比较少吧，好像这才是第1只吧。今天捕到的都是以这些泥猛鱼为主啊，主力军。海花也偶尔能拉上来这么1、2束，但是都扔回海里面去。 太阳也是即将下到海平面下去了，还来了一条这种斧头鱼啊，因为它的形状长得比像斧头，所以我们叫它斧头鱼。头大身小的啊，这种鱼还是比较鲜甜的。这是一个寄居蟹啊，寄居在螺壳里面的寄居蟹。泥猛鱼就是长这个样子的，还算是肤白貌美的吧，味道挺不错。哇，这里来了2条大金枪鱼哦，挺大条的这2条。
每一条估计都要3、4斤啊，因为金枪鱼比较显重，看起来不重，但是其实很显重。2条加在一起的话，7、8斤有的吧。最近金枪鱼数量比较多，数量一多，价格就比较便宜啊，一斤也就30几块钱。所以这样子来了2条，先养活只，价格会好一些。2条能折个200、300块钱吧。又是连续上泥猛啊！能来个几十斤、100斤的泥猛鱼也是非常的值钱的。价格不高的鱼货就要靠数量来堆积呀，价格高的鱼货就数量不多。来了一条红鱼啊，因为是红色的鱼，所以我们叫它红鱼。哇，来了，来值钱货了啊！这是一条斑点石鲷鱼，也叫正石鲷。像这么大的斑点石鲷鱼，一斤也是要300来块钱了，估计要1斤多，接近2斤了。这种规格的石鲷鱼就比较值钱了，且最近的石鲷数量是真的少之又少。这种石鲷鱼的数量比海红斑还要少呢。大家估计也没见我捕到过几回啊，数量还是比较有限。海红斑偶尔都能遇到，但是这种斑点石鲷鱼还是想遇到还是比较少的，可遇不可求啊。这种斑点石鲷鱼肉质有股特殊的香味，因为这种鱼的嘴巴像鸟的嘴巴，长着一种像鸟喙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它的嘴巴是比较硬的，也导致它专门吃海里面像海胆啊、藤壶之类的贝壳类，营养就跟得上，肉质也比较特殊。所以吃过这种鱼的人一般都觉得比较好吃，肉质的香味真的很特殊，你们都值得一试啊！这一会也是来了好几条这种黄鲫，还来一个大海星。又有一条这种马友鱼啊，闽南第一鱼马友鱼，也叫无笋鱼。上一个网就来了一条了，这个网又来一条啊！这种鱼是属于中上层的鱼货，所以我们这种沉底网还是很少捕到的。不过价格倒是还挺不错的，而且是属于越大条越贵的一种鱼啊。即使是这么小条的，价格都要这种泥猛鱼的2倍多啊。今天的小剥皮数量真的是少得可怜啊，上不到几条。不知道是潮水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今天的海水实在是太浑浊了。且鱼货还是相对比较少吧，跟上一个网比，好像这个网鱼货也多不到哪里去，有可能还要比上一个网少一点啊。今天的小剥皮不仅少啊，而且也是比较小，没有上一次外海的那么大条了，肥度也就适中吧。说它少，它又连续的来了好几条，这也是啪啪打我的脸啊。这种刺豚鱼基本就全部放回海里面去了，再大个也没用。放完一个又来一个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大。这条小剥皮就比较大条一些啊，应该也是要有个4两左右吧，又大又肥的。这一个网的黄鲫应该也是上了有好几条了，黄鲫清蒸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。这一会也是连续来了好几条黄鲫啊，看来是位置的问题啊。又有一个刺豚鱼，每一回都上了3个大刺豚的，都是挺大个的这种，可惜没人要啊，都是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的。好的，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收获还可以吧，鱼货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现在太阳也是快下到海平面下去了。除了那些养活的鱼货之外，还有这么一小堆鱼货，还是挺不错的吧。给他们简单的分拣一下，然后就拿去冰箱那边保鲜了。第2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第2个网相对第1个网鱼货就多一些，而且还上有这个石鲷啊，大石鲷有个2斤左右，1斤多接近2斤吧，大石鲷。这种石鲷是正石鲷啊，吃这个海胆跟这个藤壶长大的，肉质是不是一般的好吃？吃过人都觉得这种石鲷是非常的好吃一种鱼货，比这个山刀还要好吃。
好像现在已经有个200-300块钱，还是300到400块之间之间吧。回去卖了才知道啊。还有好几条这个金枪鱼啊，金枪鱼还是比较少啊，没有上次那么多了。然后现在是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，希望下一个网来更多的鱼货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啊。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！我是拿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